现在的运动理论强调肌肉的收缩，在健身房里面也大部分都是对肌肉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拿哑铃，然后把哑铃举起来，弯曲我们的手臂，然后再放掉，这个是对二头肌的训练。那你在把哑铃举起来的时候，是利用二头肌的收缩，就是所谓的向心收缩。那你放掉哑铃的时候，也是一种收缩，叫离心收缩。有人会问说，那如果说是用抻筋拔骨的方式，那就不能做到这种动作了。其实是可以的我来用一个拔枪的动作来做一个示范。OK， 那拔枪的动作当然就是假设说我们的枪是放在这边，那我们要把枪拔出来，然后做一个出枪的动作。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承肩坠肘，把关节松开来，然后我们的手肘后部的筋膜往外撑，往后面撑成一个像伞面一样的弧形，或者说扇子打开来的那种形状。那这时候我们再继续往上撑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手枪就会被拔出枪套。那你说，那我用手去握住枪柄的时候也是用力。其实有另外一种方法是，当我们要去抓东西或握东西的时候，你是先把手指伸长，然后再回来抓住或握住东西。这个方式就有点像松紧带。你松紧带是先把松紧带拉开来，比如说你在穿裤子的时候，裤子有松紧带，你先把松紧带拉开来，然后你可以穿到你的腰，然后再放掉的时候，因为松紧带有弹力，所以它会收回来，然后紧紧的扣住你在你的腰部。所以这个抓或握的动作也是筋膜的一种伸展的方式。那你这样子拿起枪以后，你再接下来是做一个做完的动作，让你把枪往上举。那你这个做完以后，你这个后面手臂的那条筋会被撑得更远，然后你就随着这个圆弧的方向往上撑起你一样手肘后面的这条筋，就是这样子把枪这样子撑起来，然后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你就以我们手肘内部的这条筋为主，把手伸出去做一个出枪的动作。那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承肩坠肘，手肘下面的筋，把它撑圆，也是做一个伸展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整条筋把它拉回来，以圆弧的方式拉回来，然后到这个地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放掉你的手腕，让你的枪自然的下垂，然后你可以利用枪的重量让枪滑回枪套里面，或者说你就是把你手臂一样把前手肘前面的那条筋把它往前伸展，然后就把枪套比较快速的放进枪套里面。对，所以这个连续动作就是这样。这种相同的动作也可以用在比如说你出拳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出去，对，这样子出去，对，
或者说你可以再运用腰力把腰一转的时候，你这个更容易沉肩坠肘，把后面的这条筋把它撑圆，然后再伸出去的时候，也是用腰力把这个手肘的，或者说把拳推出去，或者说出拳的动作。太极拳的理论来讲，还有一个更有效率的出拳的方式，就是会用到，比如说像这种样的出拳，这个是会用到所谓的缠丝劲。那这个我会在另外一个视频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举2个例子来说明用劲和用力方法的不同。第一个是我在拥挤的人群中，我要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我用力的方式，我是这样子把人拨开来。我如果说用劲的方式，我是用一个这种楔形的形状，然后用手把这个楔形的形状做成，然后用撑筋拔骨的方式把这个楔形往前移动，那达到一个挤的动作，就是把人群挤开来，所以我可以往前走。那如果说人群往后，我要避免被人群往后推倒的时候，我也是用这种楔形的形状，但是我这时候是往后拉我的筋，因为我身体是往后的，但是我往后拉的时候，这个楔形还是往前，所以还是可以把人群分开来。这种楔形的设计在卢沟桥也是用这种楔形的形状来设计桥墩，所以它可以分开流水对这个卢沟桥桥墩的冲击跟破坏。那第2个例子是我要去抱一个物体，那我用力的方式就是有点像夹的方式，用2边把东西抱起来。那我如果说要用劲的方式，我是把手往前伸，然后用交错的方式，这个就有点类似我用绳子要去绑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一定是用绳子交叉，然后往另外的方向拉。那我拉越紧的话，我越容易把这个物品捆起来。所以我用这种撑筋的方式，就是用交错的方式把东西抱住。那这个用力跟用劲的方式，基本上用劲会比较考虑省力和效率的问题。那我就用牛顿的运动定律来说明一下用劲怎么去解决这些牛顿的定理。第一个就是反作用力，我用这个棍子来解释啊，因为当我打击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物体就会有一个反作用力，所以当我们
用这种方式去架开这边来的力量的时候，我是用我这种横向的力去抵挡这边来的力，所以等于是有点硬碰硬，然后对我的反作用力会是很大的。那我如果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用劲的问题，我是用这种方式，用撑筋的方式。比如说，当有一个打过来的时候，我如果说是这样子去抵挡，我是因为我的力是往这边，那反作用力就是往我出力的方向。但是我如果说是用这种方式，我的劲或者说我的力量是往上往斜方向去的，那虽然说我还是挡住物体了，但是我的力不是跟这个撞击是垂直的，所以我受到的冲击也是比较小。所以我们在做武术动作去架开别人动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是这样子做，我们都是这样子出去。那当然，你也是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反作用力。那另外一个方式是减低反作用力，就是用转的方式，因为你转的方式还有除了这个撑的劲，你还有一个扭转的劲。那你这种扭转的劲可以把这个弹开来。但是对太极拳的用法来说，通常也不会练习这种招式，因为太极拳最主要是要去化掉对手来的劲，而不是去用这种算是擦边球的方式去抵挡对方的劲。那这种方式也是用在比如说弧形的动作，因为你用球体的动作的时候，用球形转动的动作的时候，也是会有这种扭转的力，那也比较不会去承受太多的反作用力。但是你在做这个弧形动作的时候，你也是要用撑筋拔骨的方式。所以你如果说是做这种弧形动作的时候，你事实上也没有撑到筋。所以另外一种方式是，当你这个画弧出去的时候，你是撑筋出去，然后撑筋拉回来。所以是有这种撑筋出去的方式，而不是只是这样子。这样你才会有这种劲倒回来。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也不是你要去做劈的动作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劈，因为你这样子劈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个反作用力上来，跟你的动作刚好是垂直的。那你如果说是用这种弧形的动作的时候，你的力量是出去，然后你的力量是回来，那你虽然说有受到反作用力，但是那个力道也是比较小的。所以这个是牛顿的反作用力定律。那另外一个惯性定律，当我们出拳的时候，如果说打到物体或打到对手，会有反作用力。但是如果说打不到，会有一个惯性把我们的身体往前拉。所以传统武术，尤其是太极拳，都会讲到，当我出去的时候，我要有一个张力拉回来。那这个就是
有点把我们往前的惯性把它挡住，不然的话，你的重心可能就会不稳了。对，那这是惯性定律，但惯性还有一个更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我用棍子，当我这样子一挥出去的时候，如果我说我不去停止我棍子的运动的话，那最后那个棍子会把我身子给拉出去，因为惯性定律。那因为棍子又有重量，那它拉出去的惯性会更大。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通常就是我棍子出去的时候，到这边的地方，我会做一个回转。那回转的话，等于说把这个力道把它转回来，所以这个惯性就会变成本来是出去，但因为我转回来，这个转回来的力就跟挥出去的力刚好抵消了，所以我这样子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转过来，就不会有惯性把我这样拉出去。因为你如果说这样子拉，你会感觉到有时候你的关节会不太舒服，因为你这个被这个棍子拉出去了。OK， 那第三个重力加速度，那也是讲到我们不同的武器，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有很多不同的武器，那不同的武器有不同的特性，那有不同的重量，所以都会考虑到说，你这个运用这种不同的武器或工具的时候，这种重力加速度对你身体的影响。比如说，我要用一个很重的东西，我是要用多少的劲去挥动或舞动我这个，比如说这个棍子。那如果说我这个棍子是很重，我要怎么去用劲去加速这个物体的运动，或者说这个物体运动很快速，我怎么用劲去把它停止下来？比如说像这种动作，我是用一个转的动作，所以我可以不受惯性的对我造成的伤害。那当然，这种如果说你碰到物体的时候，那也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反作用力回来。那这个反作用力回来，可能就会对你的虎口造成一种程度的损伤。所以有时候有些动作是，当你打到你的目标的时候，因为会有反作用力，但是你如果说打到目标的时候，你做一个转的动作，比如说我这样打出去，我这样打出去的时候，第一个，如果说我没有打到，我这样子可以挡住我的惯性。那如果说我在这边打到的时候，因为我的力量本来是这样子出去的，那因为我转回来了，那反作用力是刚好是顺着我的转回的力而转到另外一边去。所以这是我对牛顿三大定律的简单的介绍。那当然，如果你在运用这种武术的动作或武术的要领，在日常生活，你如果说可以考虑到这种用劲的方式，也会对我们的活动或我们的运动有更好的帮助。